這是毛主席和彭德懷最後一次見面。自從彭德懷在廬山被打倒後，兩人已經整整6年沒見。彭德懷沒想到毛主席會親自站在门口等他，還說出了那句令人震驚的話：也許真理在你那邊。他以為自己的冤屈終於要洗清了，可他更沒想到的是，就在他起身告辭的那一刻，毛主席問出了一個讓他如坠冰窟的問題。這個問題困擾了他整整10年，直到韓淵去世也沒能想明白。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，彭德懷因為一封批評大躍進的信件，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，撤銷了國防部長等一切職務。那幾年，彭德懷幾乎沒有任何工作，每天讀書、種地、養花。他曾多次給中央寫信，希望能夠出來做點事情，哪怕當個農民也行。可這些信件全都石沉大海，杳無音訊。直到1962年召開的7000人大會徹底打破了沉寂。劉少奇在大會上公開講話，彭德懷作為政治局委員向中央提意見不算錯誤。他的問題是里通外國。彭德懷聽到這個消息後，氣得整夜睡不着覺。他想不通，自己在朝鮮戰場上和美國人打了3年仗，怎麼就成了里通外國？彭德懷決定為自己申辯。他把廬山會議後強加給他的罪名一條一條進行反駁，從參加紅軍寫到長征，從抗日戰爭寫到解放戰爭，再到抗美援朝，把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全部写了出來。這篇申訴材料洋洋灑灑寫了整整82000字。彭德懷不知道這封信能不能送到主席手裡，更不知道主席看了會是什麼反應。他只是想把憋在心裡6年的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。然而這封信不僅送到了毛主席的案頭，還讓毛主席做出了一個罕見的決定。1965年9月，彭德懷突然接到通知，毛主席要見他。兩人整整6年沒見，彭德懷寫給毛主席的信也一直沒有得到過回復。這次主席見他究竟是福是禍？9月23日，彭德懷來到中南海頤年堂，他沒有想到毛主席竟然已經站在門口等候，這是極為罕見的禮遇。毛主席握住彭德懷的手說：幾年不見，你顯老了，我早就在等你，昨天收到你的信，高興得睡不着。兩人走進屋內，開始了長達5個小時的談話。毛主席對他說：現在看來對你的事是批評過頭了，也許真理在你那邊。彭德懷瞬間眼眶濕潤，6年的委屈，6年的憋悶，終於在這一刻得到了釋放。隨後毛主席提議讓彭德懷先去西南工作，彭德懷卻有些猶豫，他說自己搞工業是外行，還是想去邊疆搞農業。毛主席並沒有立即回應，而是繼續往下聊。中午的時候，趁劉少奇、鄧小平、彭真等人都在，毛主席對眾人說：彭德懷去西南也許能搞出一點名堂來，如果有人不同意，讓他來找我談。我過去反彭是積極的，現在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。劉鄧等人也紛紛表態支持。彭德懷見狀也就不再推辭，表示願意服從組織安排。彭德懷以為自己的冤屈終於要洗清了，自己終於可以重新為黨和國家做貢獻了。可他不知道，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，一場意想不到的變故正在等着他。毛主席究竟問了彭德懷什麼問題？這個問題為什麼會讓彭德懷如墜冰窟？他後來的命運又將如何？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下集即可觀看全部完整內容。